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因为我发现目前，因为我是算新人，但是因为我做的影片，目前大概就是以邮轮的旅行，大家的点阅率还算比较高一点的。那看起来就是蛮多人其实对大家邮轮旅行这件事是有兴趣的。但是据我身边的人，还有很多我认识的人的谈话发现说，其实他们很多都是透过旅行社或者是网络上的代办去帮他去订购房间。那这其实会有蛮多问题的。那其实最大一个问题是说，他们可能为了抢票，或是为了帮你抢你的位置啊，抢你的订单，他会帮你去订购那一种还不确定房型的那个所谓的订单。那这样子可能就没有拿到订单号码，那变成说你也不确定你到底有没有订到。那万一之后你要去发现，其实不知道到底订到没，那会引发蛮多争议的。那再加上，因为我们明年也要去再做一次邮轮，那这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明年要做新加坡即将开航的迪士尼邮轮，耶！其实它是今年2025年12月份就会开航了。那我们订到的是明年2月份的行程。那因为我是都全部自己订的，那我想说，就是通过很快速的、简单的分享，其实很容易。你只要你不怕英文，不怕看英文的网页，甚至你会善用工具，直接用 Google 翻译，其实你也可以看得懂上面的一些文字，那就可以顺着我的这个步骤啊，你就很快的订到你想要的房间，而且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房型、价格跟日期。那其实会方便蛮多的。那你会选择最适合你想要的那个行程，这样子。重要是我们可以做全世界目前最大艘的迪士尼邮轮。Disney Adventure， 它是目前听说是迪士尼邮轮里面算最大艘的，而且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讲，尤其是台湾人或日本人、韩国人这边来讲，基本上它是最近的邮轮，因为大部分的邮轮都在欧洲或者是在那个美国那边、美洲那边，那其实光是机票钱就很贵。那新加坡的机票来回机票相对比较便宜，再加上搭迪士尼邮轮，其实会便宜蛮多，尤其是你自己订。因为我看很多旅行社订的，无形中你可以省很多钱啊。如果你想要买一些纪念品啊、欧米亚给啊什么的，那其实又多出来很多的预算这样子。那等一下呢，我会很快速的把这个订购的流程跟大家做个介绍。那你按照我这个流程呢，其实你就可以把它订购下来了。那其实而且重要的是你也有订单号码，马上确定你就是一定有房间，而且你也知道你住哪个房型这样子，其实蛮方便的，蛮简单的。那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便宜的、性价比高的去取得自己想要的房间。订购迪士尼的任何商品都需要他的账号，所以你必须要先去有一组迪士尼的账号。迪士尼账号申请其实蛮简单的，这边简单的用一个网页去搜寻一下什么创建迪士尼账号，会有很多的网页教你如何创建，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很简单，所以我简单用一个网页说明一下就好了。你知道这边进入，比方说中间迪士尼网页，然后点击上面的登入，那基本上呢，它就会跳第二步跟我的注册会员，你就点选这个同意去创建一个账号，然后把你的 email 输入进去，然后再填写相关资料，email 啊，然后你的 first name 就是你的名字 ，last name 就是你的姓氏，然后电话。你的密码，然后按确定，再去你的电子邮件收取你的认证码，输进去之后按确认，按继续，然后你就有一个账号了。OK， 这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就聊到这边。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去迪士尼的网站上面订购它的船票。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在网页上面输入 Disney Cruise， 然
然后就跳出 disneycruise.disney.com.com， 那你按确定前往。那就会进入迪士尼的网页。这时候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确认一下我们要搭的是迪士尼的 Adventure， 新加坡的新太航是这一艘，那你可以去点选迪士尼左上角这个按键去看一下迪士尼 Adventure 的房型。那订购你要先确认一下你要直接跳出来，它其实有4种 ，Overview、Inside 是内舱房，然后 Overview 内舱房怎么样 ？Overview Ocean View 是有窗户的房间，它只有窗户不能推，窗户不能打开的。然后 Veranda 是阳台房，阳台房基本上就是它的门是推出去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迪士尼阳台房分2种，一个是面海景，一个是面对内侧的花园景，所以你要小心，不要订错，要选好。然后最后一种是 Concierge， 是管家房，意思就是说它会有一个专门的管家帮你打理所有的事情，你可以透过它去 booking 订购所有的想要的旅程这样子。那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房型，包含内舱房也有管家房，所以你要确定好你想要住什么房型。如果真的需要一个管家的时候呢，你再透过这个管家房的系统呢去订购这样子。当你确认好之后，然后我们这次买的是内舱房，那你就可以进去 Find a Cruise。Find a Cruise 是航程的意思，去找一个你想要的航程。至少先，如果你确定要哪一天的话，你可以先选择你的目的地。你要选择你要去哪一个，这有很多阿拉斯加或者是巴哈马等等。那因为我们这次很明确就是要去新加坡，所以你就点新加坡这个。那因为它从新加坡出航，所以基本上你其他的可以不用点。然后人数选好之后，可以按哪一天 ，view date 是哪一天。这边它是有1到3天、4天、5到6天，那你可以选择，比方说你想要1到3天的，还是跳出1到3天的新加坡的行程。它的最便宜的票价3个人是1571，相当于大概就是接近5万块左右的3个人的费用，算蛮划算的。那你再看一下你选择哪一天。底下就会跟你讲说哪一天有它的行程。那其实它的上面标价是所有它能卖的最低价，那你还是要进去看说你想要去的那一天是有什么价格。那因为迪士尼这个价位在亚洲人来讲，内舱房跟海景房比较便宜，所以通常在开卖的当天就会被抢掉大部分的房型。所以你如果需要的话，你要在开卖当天就要去买。那如果你不是很重视低价位房型，你想要有海景的话，那其实目前其实都还有。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想要的，比方说明年2月2号到5号的。Wendy 呢讲说是3个人，然后包含的税金费用跟出口的费用，所以所有的费用就是长这个样子。来给他之后再继续。像迪士尼网页有时候蛮卡的。好，就跳出来新加坡著名的这个狮鱼的图像，
好，那这边就看到我刚才的选到的，那刚刚讲说要加一个小技巧，如果你不太会英文的话，你可以点它，它就会跳出来有被选择的这个字，来把它按翻译。其实这边你可以选择采用翻译 APP， 如果你有下载，或者是 Google 的网页，按它。那其实很快，Google就会翻译说这个是veranda starting 是阳台开始，就是阳台房的意思，所以很容易，如果英文不会，你也不用怕。Google 翻译其实都非常方便，那就点进去看房间，大家这边可以再确认一下你的选择，小孩啊，还有成人的样子。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呢？这边 connecting 是说你要不要连接房，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很多人一起去，很希望能够有连通房，就是两间房的中间是可以打开的那种方式。那 telephone feature 是说你如果有行动不便的话，需要相关的一些帮助。那我们这边先忽略它，就按 concentrate party。好，它就会跳出来 vendors veranda， 房间阳台房。2400元美金，大概相当于是7、8万左右的台币。好，就开始选择。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房型，你可以选你想要的是哪一个。它有这种3张床的，然后也有1大床的。你有面对花园的，所以要小心一点，不要选错。因为那个迪士尼的花园做得很漂亮，你现在想要看一些表演，因为在花园做的表演的时候，你住这里就会蛮方便。不过我们还是选择一般的，就是大家想要的。想到按照大家想要的这个海景房。来点它选择，那它就会开始跳 select a deck 就是甲板，你想要选择哪一层甲板？目前有deck 16，好，还有deck 15。那上面要跟你解释说有不同的甲板有什么好处啦，那你如果有兴趣的去看，有些是距离导演区近一点，有些距离泳池啊、游乐设施近一点。价格其实目前看起来都是固定的，那也可以选择了。如果想要吃饭近一点，你就选择这个 dining 的 deck， 就是甲板的第10层楼的意思。好，那接着它会跳出来地图，让你选择你想要哪一个房间，它会秀出所有有空的房间让你选择。那目前呢？这一个10层只有10822是有空位，那1是所谓的 elevator， 就是电梯的意思，那其实也蛮靠近电梯，也蛮方便，就选它。好，那这边呢，它就会跳出这个房间是可以睡4个人，然后目前价格是2471，好，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房间。1082，我可以过出了，好，是去购物车里面看一下。那也购物车里面跳出这一间房间，是2月2号到5号2026年迪士尼邮轮的新加坡房间号码，然后你的人数、费用都包含在里面了。它这边比较特别是，它有跟你讲说，
你可以先，因为总价是2471块美金左右，那你可以先决定是不是先付466美金。好，那你也可以考虑接单下一步。大家看到它的那个网页其实蛮特别的，等待网页嘛的。那你这时候就要输入你的 email， 刚才创建的 email 输进去之后呢，一样把你的账号密码输进去。好，这边就是调出来要修改，需要修改，然后说性别可能需要输入正确的性别的。然后 case name 你也可以，如果你有的话，确认就把它选好。那check out 的时候要付账，虽然确认一下你的所有资讯是不是正确。然后呢，这一步其实是要问你是不是要保护你的行程。到时候取消可能如果这个像是一个保险，它可以，然后说你如果加付186块的话，你的退费可以全额退。如果临时有事之类的，那我们先不要。那这边接着就是你今天要付多少钱？那因为我们今天只是booking，所以我们现在 no pay， 教大家booking，顺便 no pay。他就跟你讲说，你可能需要在3月13号的。5月13号之前要付，然后11月4号之前你需要把全额的部分付完。它这里算是定金，然后定金是5月13号要付，然后所有款项在11月10号付完。那这边呢一样是合约，船上合约的话我们就把它打勾，也要确认一下你的相关的资料。那因为我们是先保留，所以目前先不付费，你可以之后再付费。那通常我们这边建议，我这个是已经确定要付完的话，你就干脆一次把它付完，省到后面还要再付费。而且新闻有讲，他后面在付费的时候，有些时候刷卡会有刷不过的状况，所以干脆这一次就把它全部把它付清，比较简单，后面就不会麻烦。然后现在就跟你讲说，你还有多久会达到这条船，367天。好，那你的重点是看到马上你就有一个 reservation number 订单号码，马上就，所以这张订单其实马上就成立了，非常方便。然后金额，那你在5月13号要付的金额就是这边466，那11月4号之前要付的就是总额。好，那其实到目前为止你就已经做完了。那这边其实会建议你去下载它的，其实所有的邮轮它都有自己的 APP， 那这边其实会建议你去下载，迪士尼邮轮它自己的 APP， 叫做 Disney Cruise Line Navigator。那点开这个迪士尼的邮轮的那个 app 之后呢，好，那这边就看到刚才订的这个，对。那你可以马上快速的去编辑你所有想要的行程啊，它这条建议你就可以完成。那这个好，那这边就是你可以，好，那因为到目前为止就完成了。那因为我们教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把这个行程给它取消掉。好，所以现在 money receipt 就是他还没有收到任何款项，那 refund due 呢是因为你没有付任何钱，所以没有所谓的退役金的问题，来把它取消。那这边呢，他问你是确认，所以他要点第2次。好，那你这样就是这样点下去之后，就是你的行程就已经被确认取消了。好，那就等完成。然后第3次完成，第4次把它 confirmation 结束。
刚才就是介绍怎么样去在迪士尼游轮上面去订购过程，其实蛮简单的，你可以照着我的步骤一步步慢慢的做，其实就可以把它订出来了。那如果你有不懂的地方，你可以随时按暂停，然后再退回去看，其实都照着做起来很快。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其他相关的游轮影片在上面，欢迎大家订阅、开启小铃铛，订阅、赞加分享，然后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感谢各位。